我现在人就位在国王十字车站，那现在在我身后的呢，这个就是哈利波特的9又3/4月台，人潮真的超夸张。它每天早上9点开始，那我们现在大概才9点半左右，人潮就已经排成这个样子。那其实位置很好找，它就是位在那个哈利波特9又3/4月台的商店旁边就是了。地点其实就位在月台9跟10的中间这边，人潮超多超多。很有趣的是，很多人他们还会穿着的非常的正式，戴那个哈利波特围巾啊，然后魔法杖来这边拍照。后来我们才发现是店家提供拍照使用的，这里也有专业摄影师可帮你拍照，收费1个人是9.5英镑，2个人是15英镑。它这个月台呢，就是霍格华兹学院的学生们，他们只能搭乘这个霍格华兹的专车到学校，所以魔法学院的学生们呢，他们必须要在这边搭火车才可以到那个霍格华兹。我们现在要来体验在伦敦当地搭 cable car。我们一开始来伦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它这边有缆车，然后是我早上在上厕所的时候，那边滑手机，居然有缆车就在我们饭店附近，就决定要来搭看他们当地的 cable car 是怎么样，然后感觉还蛮酷的。如果大家有要来搭的话，你就可以认它这个标志，它写 ISS Cloud 就是 cable car， 然后它这边有那个票价。如果你是 one way 的大人的话，6英镑嘛，然后 round trip 的话就是12英镑。看看试试看能不能用行动支付。很酷的是，这边现场也没有工作人员去协助你上下车，你就是自己随便搭一台。哦，我们现在在缆车上呢，其实不便宜耶，240块台币。one way一趟一个大人就6英镑，可是我觉得很特别，来体验一下伦敦的猫空，伦敦的猫空缆车。我们现在要前往那一个大巨蛋，它叫做 O2 千禧巨蛋，前面的这一条河就是泰晤士运河。我觉得搭这个 cable car 的好处是很省时间，它这是最快的，是吗？最快速的，你不用还要搭地铁，那人挤人啊，还要转车啊，就超麻烦。cable car 一条直线马上到。我有看一下，我们搭到那边大概是8分钟。有惧高症的人，你就不要往下看，像我有惧高症，我就往上看。我们在最高点了，我们往下冲了，会不会怕？我不要看。在伦敦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你可以参加一个 team， 他会带你去爬那个巨蛋，爬到登顶，在上面俯瞰景，好像也没有到很高，对不对？我不知道，是我们现在感觉没有到很高，可是实际爬人可能会觉得很高，有可能。千禧巨蛋啊，它是一个很大型的 shopping mall， 里面有我们台湾的 Coco 饮料店。Coco 一杯绿茶，大杯绿茶，价位是你猜多少钱？答喽，我们到了。芝麻开门，叮叮叮叮，我是哈利波特。出门路。我们刚刚在缆车上往下看，有发现这边有个超巨大的艺术装置，它雕刻的很精细耶，它把男生的鸡鸡雕的超细致的，还有鸡鸡，雕的可以播吗？很精细耶。想要了解男生的生殖器官的近距离看，可以来看这个，它是放大版的。斥资近7亿6千万英镑打造的千禧巨蛋是一座多功能活动场地，里面有很大的 outlet、餐厅、娱乐场地以及体育馆。这杯绿茶4.1英镑，所以是164台币一杯，164。就是台湾的茶叶，其实喝起来跟台湾的一模一样，只是说价格就是非常不一样。来到了白金汉宫，那这边就是英国皇室办公的地方，它是可以买门票进去的哦。如果你事前上网先买的话呢，一个人是30英镑，那现场买的门票呢是33英镑，真的是相当不便宜。那如果你不想要花大钱去买门票的话，你至少不要错过免门票的卫兵交接仪式。整个卫兵交接仪式的过程大概是45分钟，那在当中你就可以看到穿戴整齐的那种很可爱的大头兵啊，还有骑兵跟乐队在那边行走。因为朝圣的人潮啊非常众多，现场也会有警察会事前先划出管制区。如果要朝圣的朋友啊，建议你可以提前半小时就来卡位，等大头兵他们出来。
我现在其实想到的是迪士尼游行，迪士尼游行对，也是一样，对要画2个，然后大家都在等。提醒大家，卫兵交接并不是每天都有举行。查询交接时间的网址我会放在叙述栏内，有预计前来的朋友记得先上网查询交接的时间。我开始飞，走。1、2、3、4，哦，还有5个妃子，好大只哦，好大一只哦。它是鸭还是鹅还是鸟？不知道。大，它的嘴巴好大哦！我跟你讲，被它肚到应该会丧命。我们来到了伦敦最经典的地标之一——大笨钟 Big Ben， 而且就连周杰伦都以此钟楼为名写过一首歌呢。那其实大笨钟 Big Ben 是它的一个俗称。在2012年的时候，伊丽莎白女王2世就职时呢，这个钟楼正式被更名为 Elizabeth Tower。就是象征着对女王的一个尊称。Big Ben 其实指的是这个钟塔内的主钟，不是整座钟楼哦。那它为什么叫 Big Ben 呢？因为传说中啊，之前在盖这座钟楼时的负责人叫 Benjamin， 那 Benjamin 他的绰号呢就叫做 Big Ben， 所以之后就是用他的绰号来称呼这一座钟楼，还蛮有趣的一个传说典故啦。每隔1个小时，它就会打一次钟。好，我们现在就位在西敏桥上。那站在这个桥上呢，就可以很直接的看到位在泰晤士运河上的伦敦眼，这也是经典地标之一。那伦敦眼其实是当初英国政府为了要庆祝千禧年的来临而建构的一座暂时性的建筑，所以它又被称作千禧之轮。原本是预计说庆祝完的5年之后就要把它拆除掉，而殊不知非常的受英国人还有观光客的欢迎，所以英国政府就决定把它保留住。刚搭一次多少钱啊？搭这个伦敦眼真的不便宜哦。旺季搭的话，一个人是38英镑，非旺季一个人是34英镑。OK， 所以换成台币的话，旺季38，大概是台币1500。对，哇，好贵哦。对，那它搭一趟的话呢是30分钟，那它一个舱可以容纳25个人，还蛮多的。就看你觉得值不值得来搭咯。在这个西敏桥上啊，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当地的地标性景点，不仅是伦敦眼，还有大笨钟啊，然后西敏寺啊，都在这个地方。这大笨钟旁边的那一座建筑，它其实是西敏宫，目前是政府办公的地方。在我身后的呢，这个呢就是西敏寺，那同时它也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西敏寺是英国君主登基加冕的地方。同时也是很多英国伟人，像是达尔文、牛顿、霍金等人，都是葬在西敏寺。参观门票是27英镑，并不便宜。但如果你对英国历史、宗教极度有兴趣，可以考虑进去看看。门票都含有中文语音导览。要注意的是，西敏寺内部禁止拍照哦。走完西敏桥后，位于右侧河畔墙面上有一大片红红粉粉的墙壁，那就是新冠肺炎纪念墙。它是为了纪念因 COVID-19 而丧失生命的人。墙壁上布满了10几万颗的爱心，自由的让人写上因新冠肺炎而去世的家人朋友。每一颗爱心都代表着一个过世的人。哇，来到伦敦必来的景点，当然就是伦敦塔桥啦。看到它就像看到自由女神。台北101。巴黎铁塔一样是个极具代表性的景点。那伦敦塔桥总共分为2层，现在我位在第1层，主要就是人车共用的桥梁。那第2层主要就是有塔桥的博物馆，那里面就是在叙述塔桥的历史啊以及机房。目前成人的票价呢，一个人是12.3英镑。在伦敦塔桥可以看到超多知名的景点呢。可是我觉得最抢眼的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一个，叮叮叮叮。伦敦塔一上到塔桥，不看到它都很困难，它整个超级抢眼。伦敦塔它其实实际的全名啊，就叫做女王陛下的宫殿，是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它以前曾经是国王的住处，又是刑场，
又是监狱，又是铸币所，也是动物园，哇，超级多用途。那如果你对这个伦敦塔的历史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购票入场参观。因为我们现在是旺季，所以一个人的门票要接近40英镑，非常昂贵。不过还是建议你可以提前上网购票。伦敦塔旁边这个超级显眼的、很高耸锐利的三角形建筑呢，它就是碎片塔。那它是全伦敦最高的摩天大楼，楼高有95层，里面呢还有5星级的香格里拉酒店，然后有许多的米其林餐厅，所以它同时也叫做摘星塔。72楼设有景观台，那如果你要进去的话呢，成人一个人是32英镑。好，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曾经是福尔摩斯还有哈利波特拍摄取景的场地哦，这边就是特拉法加广场，抱歉，因为名字太长了。那这个广场只要每到了周末啊，就是会挤满了观光客，还有在地人，就会来这边吃饭啊，或者是溜滑板啊等等的。那同时，这个广场也是许多像是重要的集会啊、游行抗议，还有一些重大事情的举办的一个场地。那来到特拉法加广场呢，必看的重点就是在我们身后的这一个 Nelson 纪念柱，以及它旁边的这4座铜狮雕像。那这个 Nelson 的纪念柱呢，主要是在纪念他当初在这个特拉法加战役中丧生的一个英雄，那他就是 Nelson 将军。那它旁边的这4座铜狮呢，也有分别的不同的意思。面北的这2座铜狮呢，主要是在纪念的这些无名英雄，就也是同样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丧生的这些无名英雄。那面南的这2座铜狮呢，也是在纪念这个尼尔森将军。我上次来英国的时候是5年前的，那5年前的时候来这个地方，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些街头艺人在那边弹吉他。这边是一个很 chill 的地方，然后很多游客就坐在我面前的这个阶梯。那这附近呢，除了这个铜柱以外，你说这个对面是 National Gallery 对不对？对，它是一个国家美术馆。如果你时间够的话，你也可以花些时间进去里面参观。好，我现在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早上为什么不知道？就小安就带我来，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所以小安有规划一个 tour。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这个 view。那这个塔叫什么塔？这里叫做空中花园，一个很像对讲机外形的一个大的这个 building。来这边要预约，要先预约。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一个可颂跟一杯咖啡，这样进来的门票是多少钱呢？9.5英镑，将近快台币400块。如果你进来到35楼的那个景观台是免费的，可是完全抢不到任何位置。所以还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然后买这样的套餐才能够抢到票进来。对，这边可以一览无遗伦敦很多知名的代表性景点。你就回来，我们来一起看这个景，然后吃早餐吧。好啊，吴守兴生日快乐！谢谢。Cheers！ 我们要来边享用这个早餐，边欣赏整个伦敦的美景。哈哈哈哈哈哈！这边还蛮特别，就是进来是要过安检的。我觉得蛮棒的是，它会控管人数，它不会让你一次太多人进来。我觉得这样蛮好的，这样可以维持它的整个品质。然后我们欣赏的话，就是也不会太拥挤，就空间都很宽敞。空中花园是伦敦最高的景观公共花园，在35层楼可一次浏览伦敦许多知名地标。进入空中花园35楼景观台是免费的。为了控管人数，官网前3周开放订票。这里要注意的是每周一才有开放预约哦。如果你来到伦敦呢，想要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的话，那其实我们还蛮推荐你可以去伦敦西区看一场音乐剧。以英语系国家来说呢，伦敦西区音乐剧跟纽约百老汇是属于最高水准的音乐演出。刚好正逢 Casper 的生日嘛，当初我就选了一出最欢乐的一个歌舞剧《妈妈咪呀》。我位置坐的那一区呢，第3楼的前2排。这一个位置区，它的官网原价一个人是78英镑，老实说真的是不太便宜。那当初我是有透过好几个不同的网站去做比价，其实也蛮幸运的，刚好有抢到特价的一个票，所以我当初买的话，一个人是62英镑。原本78，然后变62，所以省了16磅。那我们也会把这些网站贴在描述栏，不过我们也不敢保证说你上这些网站一定会找得到比较便宜的票价啦。那来说下感想好了，你觉得如何？应该主要是问你，因为你是寿星，是，我觉得看完很棒哎，里面的演员啊，每个都是能歌载舞。演员我觉得选的还跟《妈妈咪呀》电影就是也蛮像的，长得蛮像的呢。然后在整个2个半小时到3小时里面，你就可以听到所有阿爸的歌，然后它就像是
把《妈妈咪呀》电影版1、2集，然后在2个半小时里面浓缩演给你看。然后每一个人的歌唱功力真的是很厉害，超强。对，我觉得看完就感觉你就是在看一出非常精彩的演唱会。哇，超嗨超嗨！通常歌舞剧的时间都是在晚上的7点半到10点多之间，不用担心说看完歌舞剧没有大众交通工具搭乘，因为我们看完的时候大概是10点至10点半左右，地铁啊、捷运他们都还有行驶，最后一班都有12点甚至是1点的都有。整个地铁啊，那个地下道里面都还是很多人，然后也是很明亮，所以治安我觉得是不用太担心，就还不错的一个体验啊，永生难忘。我觉得如果你到不是荷兰，如果你到伦敦的话，我觉得还蛮推荐，就是安排一个音乐剧。我有看到，其实除了《妈妈咪呀》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剧嘛，对不对？有最知名的像《狮子王》啊，还有《悲惨世界》啊，还有《歌剧魅影》啊，这一些等等的。还有《回到未来》，我有看到。回到未来，还有Hamilton 也是啊，对，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真的推荐看音乐剧，超酷的。精彩，对，精彩，感谢，感谢这个惊喜，生日快乐，谢谢，已经过了，好，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吧。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订阅这个频道，下次影片见，拜拜，拜拜。